11月10号，立冬刚过，华北大地寒风凛冽，最低气温已在0度以下。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北京门头沟、河北涿州，考察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这次考察，总书记是带着深深的牵挂而来。今年7月底8月初，华北、黄淮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北京、河北等地重大人员伤亡。那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每天都关注着灾情，指导着救灾工作，心里一直惦念着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众。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下，各级各方面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把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8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9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赴黑龙江考察期间，专程来到受灾较重的上治市龙王庙村，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从东北谈到华北，总书记和乡亲们聊起京津冀的灾情。我也是比较牵挂咱们受灾的地方。从8月份以来，河北、北京、天津，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大的事。这些地方我也以后也会去看看。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标注着国家的温度。一个民族的守望相助凝聚于此，一个国家的众志成城倾注于此。11月10号，北方入冬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乘汽车换火车，1天时间，行程横跨北京、河北两地，入农户、访社区、进麦田、登大堤，冒着严寒而往，沐着夜色而归。初冬时节，总书记在华北大地留下温暖人心的足迹。妙峰山镇水峪嘴村位于北京西部山区，洪水来临时，这里通讯、水电气全部中断，洪水最高水位一度超过2米，村民被迫转移。如今，村里街道整洁，房屋修葺如新，墙上标注的洪水水位线还在警示着这里曾经遭受的灾难。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温暖过冬，是习近平总书记这次考察的重要关注点。在水峪嘴村，总书记走进村民李萌家中。现在是煤气管道燃气就是用这个炉子进来的，是我们的就是那个燃气表。这个你看看，给孩子炖的肉，然后蒸点米饭，熬了点粥。李萌一家已经赶在入冬前搬回了修缮好的家，屋子里铺设了地暖，温暖如春。我们家是咱们这个村里边现在啊，对，很暖和的地方。对，共产党就是为人民的。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也强了，现在的这种支持力度会大一些。对，没错，感受到。喜欢啊，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书记对乡亲们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永远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无论是抢险救灾还是灾后恢复重建，都会全力以赴。
今年汛期，河北涿州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水淹面积一度达到城区的60%。10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涿州市永济秀园小区考察，在小区的热力站得知小区提前供暖，总书记十分高兴。随后，总书记来到小区居民董彩英家中看望。对，提前送暖，11月1号就把暖给送了。11月1号啊，公寓都保证了20年左右，还可以免去的，全免应该是3个多月。啊，那这个钱大概有多少？一年的取暖费有多少钱是1000多啊，1000多块钱。听到大家说温暖过冬不成问题，看到大灾之后生活可以照旧，而且还能提高一点，总书记感到很欣慰。河北涿州的父老乡亲们啊，在这场灾害中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损失。我就是惦念着来看一下，这个冬天老百姓还能不能回到自己家里啊？还能不能保证取暖呢？这些看来现在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希望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好，继续把灾后重建一件一件事情全部落实，同时继续推进呢我们人民生活向更好的有目标努力。祝你们的生活啊一天比一天更好。雕窝镇万泉庄村位于蓝沟洼蓄滞洪区，在这次洪灾中，全村311户全部受灾。总书记来到村子时，看到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村民付俊家新建的房子即将封顶，他把总书记迎进自己未来的新家。过去老房子有多大了？100多平。100多平。现在是干什么？现在有200平吧。天然气做饭用天然气。对，通讯通电啊，这些将来都要搞起来。垃圾怎么处理？垃圾是那个村收集，乡镇转运。这是3代人啊。对，哥，小宝贝儿，没有估计。这个几岁了5岁了。5岁了，真好，长得好。1号来的。对，1号来4号退。耗的时间还挺长。对，这屋里的。当时那个下雨了，你们是在哪儿？我们就3月1号下午就转移到那个安置。对。洪灾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确保受灾群众入冬前能够回家或搬入新居，安全温暖过冬。在这次考察中，总书记来到基层村镇社区，走访多户人家，为受灾群众带来了温暖，增添了奔向更美好生活的信心。在今年防汛抗洪救灾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认真排查总结，抓紧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这次北京、河北考察中，总书记始终关注着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个重大命题。
考察首站，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永定河3家店引水枢纽。今年夏天极端强降雨发生后，永定河3家店拦河闸开启全部17孔闸门，创造了建成以来最大泄洪流量。洪水过后，北京市在灾后恢复重建中着力加强防洪工程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3家店引水枢纽时说，经过一次灾害，就要总结经验，举一反三，使我们在防灾、减灾、救灾方面有更完备的预案和更好的措施。涿州城东的白沟河治理工程现场一片繁忙，这里正在进行堤坝加固等工作。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指出，大灾之后务必大建大治，大幅度提高水利设施、防汛设施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嘛，包括我们在解决这个应急啊、安全啊这些问题上，我们的能力的提高、现代化。这一次，中央要拿1万亿来做这件事情，相信通过3年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我们的这个防汛、抗灾的能力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农业生产是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方面，不仅直接关系家家户户的收入，也关系国家粮食安全。上次在黑龙江受灾地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查看水稻受灾情况。这次在涿州考察期间，总书记中途下车，沿着田埂走进一片农田。他叮嘱要组织安排好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争取明年有个好收成。洪灾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努力帮助经营主体渡过难关。这次在涿州市永济秀园小区考察，总书记走进小区门口的药店、超市，向商户详细询问经营恢复情况。灾情是什么情况？都被水淹了嘛，水到2.3、4米，应该就那么高。那你们当时损失有多大呢？将近20万。现在恢复了以后，这今后情况会怎么样？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因为咱们政府给的大力支持，又是给上保险，又是给免贴息贷款，现在我们基本上算是应该是渡过难关了吧。在永济秀园小区，习近平总书记说，经历这场大灾，居民和一些生产经营单位损失不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多措并举，努力帮助受灾群众和企业商户渡过难关。在这次考察中，从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千方百计保护好市场主体，习近平总书记着眼长远，把握根本，高瞻远瞩，从每一次灾难中汲取成长的力量，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这里是北京门头沟妙峰山民族学校。在今年夏天的洪灾中，一个共克时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当暴雨袭来，妙峰山全镇处于断水断电状态。妙峰山民族学校因为地势较高，成为临时避灾场所和防汛抗洪救灾人员驻地，被人们誉为洪水中的安全岛。如今，受灾学生已按时返校，在教学楼1层的教室里，5年级1班的同学正在开主题班会，
主题就是我身边的抗洪救灾故事。孩子们好。爷爷，您看，这是我的作品，这是救援叔叔。我姥爷非常感激他们，他对我说：“多亏了这些救援人员。”这次在北京、河北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妙峰山民族学校，和孩子们共同上了特殊的一堂课。你看你们遇到的这些事，身边的事，你们都会看到，在这些极难险重、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他的各级组织方方面面的为人民承担责任，为人民服务。学校操场上，曾经战斗在防汛抗洪救灾一线的各方面代表回到这里，他们曾在暴雨中坚守，在废墟中逆行，守护一方平安。多名党员干部在抗洪抢险中献出了宝贵生命。我的心里呢，一直是惦念着受灾地区和人民啊。这一次的灾情啊，是百年不遇，也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通过我们有效的组织支持救援，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对这次灾害中付出生命牺牲的同志们，我们将永远缅怀铭记他们，并且通过这一次的救灾工作所弘扬出来的精神，要把它发扬光大到我们的各个方面。在此次考察的最后一站，白沟河畔的大堤之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慰问参加水利工程建设人员和曾经参加涿州抗洪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消防救援队伍等方面的代表。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救灾过程中在重建过程中，就靠我们这个中流砥柱。在这里特别的感谢大家，这一次是经受了考验，总结经验，砥砺再战。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再立新功。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脚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北京、河北等地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在一件一件落实。初冬时节的华北大地正在升腾起勃勃生机。